今天你要打的目标实在太多了，所以就变成说伊朗要用来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他可能就透过荷姆兹海峡北岸伊朗的地形中，他把这些飞弹藏在悬崖峭壁绝壁里面，你美军能够打，你真的能够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点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伊朗这些东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上来讲，很显然的一件事，美国当初并没有做出最万全的准备，就被以色列这样一推，然后就去打了。福特号重挫之后，现在撤退当中。另外惊爆的是200名的海军受伤。再来，我们要关心的是美军想要控制荷姆兹海峡，这一次动用的是这个重型的炸弹。这个是 GBU-72，黄轰也没有用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再来，现在伊拉克希望通过荷姆兹海峡，是拜托伊朗来放行他的油轮，代表现在荷姆兹海峡主要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握有控制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赶快来看到中东现场的最新消息。美军最先进的它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前几天美军的官方一开始只说呢，小火灾，总共是2个人受伤，但是来自于外媒这个路透社最新的披露说，有关于福特号的讯息，当时的火势其实非常大的，波及到100个驻仓，造成了上面200名的官兵受伤，甚至已经被迫撤离战区，返港来做维修了。现在看起来，这个单一事故是美军战力体系的一个重大的警讯吗？为什么现在路透社所公布的数据跟美军当初公布的数据有这么大的落差？美军有没有在刻意的压低损失？那么对外公布的种种数据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委员怎么看？对啊，其实因为美国在最近这段期间那么对用英文讲做 overuse 就是他们的部队不断的从这里调度到那里，又从那里部署到这里然后在全球频繁的开辟各个战场，所以其实美国现在的这几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我相信都已经很疲乏了，就机舰疲乏，人员也疲乏。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部署在这个现在的位置已经部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如果这场战争再持续的天长地久打下去，其实先不要讲说它的基建后勤补给了，你光讲它的人员心理状态是否健康都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那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我觉得不要说美国在压低损失，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压低损失。大家还记得当时川普讲的什么话吗？川普讲说美国的军火是绝对充足的爱打多久打多久，绝对用不完。就没讲这个话，没讲完几天他就去韩国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给搬走了。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你当时不是说你的军备相当充足吗？你飞弹多的是，飞弹库这个口袋深得很啊。结果居然三下五下你就把韩国的萨德飞弹系统要拿来支援了。那显然美国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那你更不要讲说福特号这个事故了，从一开始他先隐藏了这个事故的这个规模，然后希望能够平息下来。可是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完全掩盖不住了。你就会发现说，福特号这一次所受到的这个伤害，远远不是当时所讲的那么粉饰太平的说法。那你更不要讲说这一次福特号重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莫名其妙就重创就对了，然后莫名其妙200个这个海军士兵就受伤了，然后莫名其妙大家就要睡在船舱上。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这么脆弱的话，那美国就是一个纸老虎了。所以到底福特号为什么受创？目前为止，我认为就这到你说有一点阴谋论的这个推测，也许吧。那么就是在美国没有公布之前，真相到现在恐怕还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都在粉饰太平。各位知道，以色列现在在全面的限制记者进入报道，能够进入以色列报道的这个媒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在有限的地区。甚至这个像某一位这个 CIA 的资深前研究员他在这个媒体上公开讲，他说现在连以色列他连公共卫星的管道都关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透过公共卫星去看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以色列到底受创多严重，到底死伤如何，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跟美国一样，完全搞盖牌这件事情了。所以美国在盖牌，以色列在盖牌，你当然就会让外界开始强烈的怀疑，你们的损失，你们所受到的冲击，绝对远远超过你们对外所公布的数字嘛。
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军的损伤哦，现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美军当初所公布的数字。那其实呢，刚刚讲了嘛，美军他这一次的攻击也特别希望能够去掌握的就是荷姆兹海峡了，所以最新他也首次的出动。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这款武器，重型的钻地炸弹 GBU-72，目标就是伊朗在荷姆兹沿岸加的这个加固飞弹基地。好，这个炸弹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哦，重量5000磅。然后呢，它的功能是专门打击地下的掩体跟这些加固的设施。这些武器当初就是为了要摧毁硬目标，但是问题是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其实现在更具威胁的其实是来自于这一些其他的武器，包括了有水雷，来自于伊朗的水雷、无人潜航器、快艇、狼群跟火箭炮，这些成本比较低，但是高杀伤力的战术才是伊朗目前的杀手锏。那 GBU-72到底它的特点跟战力如何？然后单是毁掉这些陆上设施就能够拿下荷姆兹海峡吗？夏伟主编怎么看？其实当然，我们这边先看一下 GBU-72是个什么样的炸弹。当然，后面的答案先讲。你要说美国单靠这个炸弹去把波斯湾的北岸炸一炸，然后就能够重新获得波斯湾的这个控制权，我看难度不低了哈。只能先这样讲。那 GBU-72它当然是有一款由战机投射的空投的这样一个卫星定位炸弹。然后而且因为它 GBU 就代表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具备这个卫星定位，甚至于还可能具备就是雷射导引。那像以美军的现在这种大型的炸弹来说，它都同时具备卫星定位跟雷射导引。那有一些是专门雷射导引，像比如说比较传统的 GBU 的这个炸弹，对不对？它本身上面有个雷射导引头，但它不具备卫星定位。那有些炸弹它同时又有卫星定位，而且呢，它这个东西它还可以随着这个最后接近目标时，如果你这个目标在动，我可以用飞机上面的类似像神射手夹章去标定你。所以你最近看到那种很多这个美国中指部出来的这个影片，你会发现它那个黑白影片，那个就是那个红外线的这个 EOIR， 也就是所谓红外线成像这个影片。但是你会看到，中间老是有一块亮的，那个就是雷射标定器照在上面反光的那个影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炸弹本身它是个双导引，但是也就是说它的准头可以说非常高。但问题是，今天你伊朗沿着荷姆兹海峡这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岸，它布下了多少的这样一个反舰飞弹发射器啊？今天这个炸弹非常重，一颗5000磅，而且以它本身来说，它并不是触到地面就马上爆炸。它因为它本身这个炸弹有这个装甲防护，所以它通常在由这个空中坠往地面之后，它还会再往下钻，大概钻个这个30-50公尺之后才爆炸。它希望在爆炸的时候，除了它的这个本身的爆炸能之外，另外还可以透过它的爆炸能引发一个小的地震，把这些底下这些掩体等等给它震裂震坏，然后甚至垮下来。这个是它运用这次用这个 GBU-72这样一个5000磅的所谓叫做碉堡克星这个炸弹它所想要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但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记得2月28号那天来录这个周末版的时候，它其实我那天就有讲，我觉得美军在这个时候猝然动手，它本身的准备应该不是那么的充分，因为第一，它甚至连集中到中东地区的军力跟第2次波湾战争，我们看到2003年这个第2次波湾战争，当时美国为了要发动这个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当时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所以周边相当多的国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全然的支持，所以那个时候美军它因为那个状况，所以它动用了5个航空母舰东地中海2个，然后那个波斯湾3个，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当年美国动用到军力其实是今天至少2倍多那但是而且都还打了那么一大段那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说今天美国要单凭它现在集中在波斯湾军力，没错，美国现在对那个伊朗来说，它的海空兵力是呈现一个一面倒碾压的优势，这个是大家我觉得都不用怀疑的，美军的科技优势在这个地方体现无疑。但是今天你要打的目标实在太多了那所以就变成说，特别伊朗要用来封锁波斯湾的话，对不对？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它可能就透过在那个荷姆兹海峡那个北岸这些伊朗的这些那个地形中，它把这些飞弹藏在悬崖峭壁绝壁里面。我今天我真的你美军能够打，你真的能够通通把我的所有的掩体通通点迷打光，你大概也要花上很长
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好从伊朗角度来说，再加上刚刚那个大仙兄有讲，他今天封锁荷姆兹海峡，它不是一个单一手段，它不仅仅是有单一运用到反舰飞弹，它甚至还可以运用到包含类似像水雷啦，或甚至于自杀小艇啦等等。虽然这些东西好，美军可以看到一个打一个，看到一个打一个，但是伊朗这些东西也就像打地鼠一样，有点那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上来讲，很显然的一件事，美国当初并没有做出最万全的准备而是因为情报使然，也就是说当他们接到讯息说这个2月28号这个哈米曼尼这个要召开会议了，这些人都聚在一起了，就被以色列这样一推，然后就去打了。所以其实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它整个这个军事那个准备没有完成的时候，就翠然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而且其实以伊朗来讲，它的整个军队的规模，或者它能够作为反抗的这个那个基地来说，是伊拉克的非常多倍。所以我觉得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很难透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全压制住战场。好，美国的整体战略都还没有准备好就开战了，那导致现在是也收尾也收不了。荷姆兹海峡的问题更是短时间无法被解决。那是不是连中东的其他国家现在也知道美国是没有办法可以掌控现在尤其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了呢？因为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是伊拉克最近他的这个邮轮想要通行在荷姆兹海峡，结果呢他不是去找美国这边谈，是去跟伊朗求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部分的邮轮安全的通行过去。要知道伊拉克在这边是驻有美军基地的，但是他也不靠美军护航了，直接去找伊朗谈，是不是代表他觉得现在伊朗才是主要在荷姆兹海峡的主导者呢？再来，我们来看到一个专家特别做了一些警告，这是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说的，护航是无法100%确保安全的，军事协助也无法长期的持续非彻底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到底谁掌握荷姆兹海峡的生杀大权？美军现在想要清除伊朗的威胁，困难度，干哥又怎么看？好，那如果说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尼真的是确定身亡的话，这件事情就更难办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晓得你的谈判对象是谁，所以说伊拉克他为什么会去直接找伊朗去谈？因为找你美国谈没有用啊，对不对？我要过去啊，我的邮轮要过去啊，我最好还是跟我的仇家讲一讲吧。为什么？伊拉克跟伊朗他们是世仇。1980年代他们打了8年的战争，可是他们打一打，老实讲一句，有时候也可以打出一些心得出来。所以伊拉克干脆，因为坦白讲，石油出口也是伊拉克的命脉，伊拉克的油田很重要，所以他干脆去找伊朗的相关官员来，就说拜托，我们过去的时候几点几分，你们不要骚扰，好不好？让我过去，好不好？那别人我们管不了啊，别人的船呢卡达的杜拜的阿联大公国的船我们管不了，我只管得了我自己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想着说，这件事情找美国是没有用的，加上美国要求这些盟邦来出兵啊，那个不叫出兵啊，那叫出船来护航，这件事情都被大家给拒绝了。那伊拉克更会觉得说，找你真的没有用。所以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杜明奎他就说，就算你派出了护航舰队，你也不见得，因为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以前2次大战的时候，护航最重要的是护航是防德国 U 艇啊 U-boat， 那像那样子的护航都不见得能够完全成功。那你现在是面对的是低成本，然后具备有水下这些这个航行器的成本，水雷其实它的那个价钱都很低，但是它的范围很大，你要清楚的把它给扫干净，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伊朗到现在没有全面部署但是你要逼到它全面部署的话，那是会发生的。我们再来讲一下福特号的情况，福特号200名官兵受伤啊。对。那我可以告诉各位，大家会想说受伤而已啊，又没死啊，没关系。你错了，那对整艘船都有很大的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已经部署到福特号现在派驻到海外已经超过10个月。那个思敏，我告诉你，一艘航空母舰派出去，最多半年之内要回来。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他可能物资缺乏或等等，是官兵要轮调。他必须要轮调，不然会发疯。所以你说他200名官兵受伤，受到大部分都是呛伤，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在网络上面早就疯传了。
福特号90%以上的马桶出问题。马桶为什么会出问题？哦，因为他们的管线当初的设计太窄了，结果他们说，本来在造船的过程之中，他们用的是新工法，认为说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解决不了。你知道吗？现在排队上厕所要花45分钟，那又是一个心理压力。所以大家要知道说，福特号它现在马上被好，美国地中海舰队说回来，你回到希腊的港口来。那谁要去补这个缺呢？布希号，但是他还在路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不是说川普认为我的海军很强大，但是你要前进部署的时候，你都是照你的个人的意志去做的，都没有想到后勤跟得上跟不上。所以福特号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问题之后，他要退出前线部署，由另外的航舰来补。所以其实美军在前沿的这个兵力已经遭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了。然后呢，还用了这个 GBU-72炸弹。GBU-72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开始我们说它也是钻地弹，其实 GBU-72炸弹，它跟我们以前讲过，你记得我跟你提过吗？那个炸弹之主，那叫 GBU-57，那是14吨级的。那这个呢，那只是小儿科了，它只有5000磅，因为那个炸弹之主它是25000磅，这个是只有5000磅而已。那可是这个炸弹比较新，所以说你要用这种炸弹去对付比较平常的目标，而不是像伊朗核设施这么大的目标。那这个 GBU-72，老实讲一句，它当然固然是很有效，可是用这种炸弹来去对付伊朗的那些飞弹阵地的话，恐怕是大材小用。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在前线的那些兵力的配置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我总觉得川普会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他的将军马上就会跟他回报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这场战争你要再打下去吗？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就是说那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
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啊，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话，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司部长叫邦迪啊，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啊。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这个不同的声音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呢？对不对？大家据说啊，就是说可能会掉他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哈，那个伊朗本身呢，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是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2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子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哈，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1任。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
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护长的话语，或者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啊，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啊，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搜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啊，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他4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星都在学雷根。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年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后你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他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啊，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啊，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哦，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内阁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
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但是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啊，跟国际现势，这些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在这一场战事当中，美国自己认了，这一次确实是死伤持续的扩大。而现在根据统计，有200名的美军伤亡是撑不住了。川普这时候急找伊朗想要谈判，而且还求盟友来做帮忙。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本来确实川普认为说这场战争大概就是4天，速战速决，赶快结束。结果现实却狠狠的被打脸了。这是来自于《卫报》最新披露，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自己的证实哦。美国从这一场行动实施怒火行动以来，已经造成了200名美军的官兵伤亡，当中有10个人都是重伤的。要特别注意到了200名的美军伤亡，当时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这一场战争是200名的特种部队几分钟就把委内瑞拉给拿下来了，但是这一次这么长的时间，还造成出现200名美军伤亡的一个窘境，跟委内瑞拉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华府是不是想要急着谈判，但是找不到人呢？因为川普自己公开说了，他想要找这个新领袖穆吉塔巴，但找了半天，美方完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谈判。但是川普一边又说是伊朗想谈判，一边又说他找不到穆吉塔巴，现在是不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呢？委员怎么看？目前不管是这个伤亡数字200名，到川普说的他想要找穆吉塔巴来谈判，这2件事。川普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会自说自话、最有阿 Q 鸵鸟精神的一个活宝，所以呢，其实川普对我现在每天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他是我每天快乐跟幸福的泉源哦。就是每天看一下川普讲话，你就会笑到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川普当然提到铁板啊，
他原本讲说他不会跟穆杰塔巴谈的，他说这个人是他不能接受的。现在怎么又要跟这个人谈了呢？而且川普从头到尾就大家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边自说自话，自己演独角戏。他说伊朗早就完了，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那你现在美国的那些基地是被谁炸的啦？就既没海军也没空军，都被你歼灭光了，你都已经赢了。那理论上来说，你就不用怕啦。可你现在美国大使馆也被炸，你现在空军基地也被炸，到处都在被炸。然后川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哦，就是他越想要做什么事，他就会说是别人要做的。比如说，他想跟习近平会面，他就会不断的放话，说北京政府传达了这个强烈的意愿哦，所以呢，我准备要跟他见面了。他想要跟普丁会面，他就开始传达说，哦，这个俄罗斯有这样的想法。同样的。今天一模一样的故事啊！当川普告诉你伊朗想要跟他谈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就是他要跟伊朗谈了，因为伊朗从头到尾就不会要跟他谈的。就回过头来，我要讲的是说，大家仔细注意一下，在这场战争里头有3个这个角色：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终极目标，他是莫名其妙的被以色列拖进来，然后呢，他以为凭借着他的这个威吓的强大的压力，哦，能够在速战速决的时候得到战果，就像他在玩委内瑞拉这一局一样。因为他玩完伊朗之后，他还要准备打古巴嘞，他还有别的嘞，他有格陵兰嘞，他有巴拿马，他有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他没这么多时间陷在这个战场里。所以美国原本打的算盘就是要速战速决。但是问题是，他发现他陷入泥淖里头了，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就像刚才上次哥讲的，你要不要地面部队嘛？我们在这里几个礼拜前，我不晓得思敏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过了，你要打伊朗，你就要有决心派地面部队。你没有地面部队，你不要想这件事情嘛。他现在陷在里头了，他出不来了，所以呢，他才会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他把全世界所有受到影响的国家都绑在了荷姆兹海峡，说你们都要派军舰来护航，那笑死了！我们都是你的附带损失，是因为你跟以色列发动了这个不义之战，干我们什么事啊？你打之前没问过我们，然后我们现在受害了，你要把我们绑上你的战车。现在这是川普打的算盘，可对以色列来讲，他也没有打算停止这场战争，他就打算一次把伊朗给解决掉。他从上一次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打得意犹未尽了。要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川普叫他停战，他搞不好继续会打下来啊。所以他这一场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放手开打了，以色列怎么会想停呢？他就想在这一战毕其功于一役啊，把他这个最重要的威胁敌人给伊朗给处理掉。对伊朗来讲，他准备了30年这30年他做了多少的准备，就是为了今天这一战。你认为在此时此刻他会跟美国谈吗？我说过他的目的很清楚。他要消灭、彻底的毁灭以色列，他要把美国的势力推出波斯湾地区，这才是他的终极目标啊！所以现阶段，不管川普怎么想谈，不管他陷入了泥淖，那个脚拔不出来了，踢到了铁板，脚痛得要命了，现在想尽各种办法，想找各种借口哦。但是坦白讲，伊朗不会买这张单的啦。所以这场战争可以预期的是会打得更久，一定要像一个绞肉机一样，把美国的这个军力、把美国的财力、把美国的人力都搅在这里头，然后彻底的把美国推出去，然后让以色列毁灭。我认为这才是伊朗最后真正要做到的目的了。好，所以确实哦，现在川普是想要停战，但是停不下来。那另一方面，他的盟友则是不想要被拖下水。那现在的关键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在荷姆兹海峡了。因为呢，川普看到现在荷姆兹海峡被这个伊朗给牢牢的紧扣住哦，所以呢，他也大动作要求了。本来有7个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一起派军舰护航，结果确实就如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盟友完全都没有领情。我们现在看到英国说这个伦敦没有义务要满足华府的每个需求。德国直接说这不是北约的战争啊。中国官媒牛弹琴忍不住讽刺，全世界都是目瞪口呆耶，美国你居然求中国帮忙你收拾烂摊子。那川普这个时候干脆问问自己的人好了，他就问美军为什么不能立刻打通荷姆兹海峡，结果被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场打脸，就说伊朗只要一艘快艇对油轮发射飞弹，整条航道就会立刻瘫痪掉。买家现在也很担心，包括全球的最大石油公司，这一家是沙烏地阿美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石油要往哪个港口出口。买家就说，干脆我们自己打电话问伊朗，可能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比较快呢？上次哥怎么看？川普现在在这次美伊战争，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川普影响最大的就是荷姆兹海峡被伊朗整个控制，而美国没办法突破。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
整件事情因为掐住了全世界能源这个市场的输出，被伊朗就是这样子掐住了。而且这掐住本身对于整个川普在国际间的这个面子，大家就在观察川普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就是个海峡嘛，小小海峡，你为什么解决不了呢？然后除此之外呢，当然也因为这个石油的部分价格的飙高，虽然美国自己很多石油，但是因为价格飙高呢，美国商人当然赚很多了，但是美国自己内部的通膨的影响，也对它国内包括今年年底的选举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今年川普很大，所以川普很急。我们来看，他找了7个国家，请7个国家大家一起来帮忙。我觉得7个国家还是蛮有意思的，包括什么？大家知道，英国、法国、德国、澳洲、日本、韩国，小猫咪也有啊，还有中国。大家对于找中国，个人觉得匪夷所思。路边的阿婆抓来都知道，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很好，你还找中国介入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并且乱投医吗？而且你看这7国之外，你就觉得啊，大概川普的眼中，印度大概没什么能力，加拿大没什么能力，所以这些他认为在军事没有能力护航的人，大概也就在这名单当中被剔除了，所以很有意思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但你以为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美军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要知道，川普一开始是说美军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美国没有问题，而且由美国政府所自己主导投资的一家保险公司会把大家承保，光是赚这个保险费，美国政府就赚翻了，还记得吗？在此之前，他的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美军自己打脸川普，就是不愿意去护航啊。因为这结果下，所以才出现我们刚刚谈到这7国，川普求他们，或者是就是希望大家，连中国他都求了哦。所以整件事情对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就是在不只是这种国际能源上的影响。对于川普来说，伊朗战争、美伊战争究竟要不要打下去？很多人劝他赶快说赢就赶快退，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真正的卡点，我认为卡住的是这里，远比现在包括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伊朗，大家打来打去，我觉得还要更深邃，而且对川普的这个整个影响性非常非常大。但这个荷姆兹海峡，你说能不能攻下来？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美军的力气，如果他下定决心，但问题是你要付出多少代价，死多少美军？而且现在对伊朗的一个忌惮之处，就是伊朗现在这50几波打下来，大家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准？是北斗卫星还是俄罗斯的卫星帮忙？以前伊朗没有这么准啊，所以就是说，荷姆兹海峡现在可能只是他们的火箭炮，还不要说导弹，它的火炮可能就准到可以把你的船都打翻了。而且，其实，在伊朗在这一阵以来打了一些这些油轮不守规则的，算也打了超过5艘以上，就是准的把你打到。所以，这种吓阻性使得美国现在整个在荷姆兹海峡里头真的是一个死结哦。美军自己如果不愿意介入，川普逼美军，最后美军也不愿意介入这些将领，这就使得这些外交求7国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好，同样的问题，干哥又怎么看？那另外补充一下，美国财长这个时候又说要放行伊朗的油轮，到底又是为什么？到底是伊朗放行你的油轮，还是你要放行伊朗的油轮？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好像用纸之矛攻纸之盾，我觉得这个很瞎掰，你知道吗？这个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我帮你算了一下，你请7个国家来帮忙，他们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理由吗？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理由都很正当，都很堂皇，没有规避，也没有什么好接不到电话之类的哈，他也没有这样子。那我可以告诉你，与其请这些人来帮忙，你不如自己派兵去把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北岸，就是伊朗领土给占下来。不过我跟你估计一下，长度约800公里，你要派10万兵才可以攻得下来，你还是可以守得住。你还要随时你看着大海，你要随时防着伊朗从后面偷袭你。所以弄到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出地面部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只是请这些你的盟邦出这个海军来护航，还不是派兵哦，那个差很多。护航跟派兵是2回事哦。就法国第一个怎么讲？法国说要等到战火平息，我们才会考虑。那等到打完，我还要你法国来干什么啊？他不是马克宏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实在是觉得他在很有趣。那外交辞令归外交辞令，对不对？可是你要讲笑话，你要编个草稿嘛。连草稿都不打，等到战火打完了，我们就会去护航了。那打完了还要护航什么？英国说的英国说的川普是最切心的，你知道？就是说最失望了。英国说，我们没有办法事事都跟随着美国的意见来走啊。这句话我觉得斯凯尔讲的很硬啊，对不对？听的人都觉得说，哇，你胆敢跟你老美兄弟这样子讲话。
这些人都已经讲了啊，德国更是讲了，德国说我没有我们不介入啊，我们不会去介入啊。韩国说的更奇妙，南韩说我们会审慎评估，审慎评估就是不可能，我不会参加。所以大家看了这些之后，我先跟各位讲，14号的时候啊，就是几天前，荷姆兹海峡终于一艘游轮都不敢过了，没有一艘过去了。前几天我们不是在这个上个礼拜还可以听到说，有什么游轮硬闯过去啊，一天就可以赚100万美金啊，所以他们硬闯啊。后来他们看看还是不要硬闯好了，你知道，因为整艘船沉了的话，那更可怕。所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告诉川普说：“总统，请你不要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封锁荷姆兹海峡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伊朗兵，他一个人坐一艘快艇，然后冲到20万吨的超级游轮前面，当着这个船员的面，把吸附式地雷放在那个游轮的身上，然后它一爆炸，我可以跟你讲，他一个人就可以摧毁上100万美元的石油一艘船。所以这个是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防不胜防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你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但是伊朗他用很低廉的方式，他就可以达到破坏你的封锁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美国他们就不是美国啦，这应该严格来讲是川普的异想天开。他说：“赶快啊，美军你怎么不能够做呢？美军的航空母舰还连美军航空母舰现在在哪里？在红海，在比阿拉伯海还更远的地方。为什么？那会被打到，你知道吗？所以说他在红海，他不敢进入阿拉伯海，因为进入阿拉伯海就进入射程，进入伊朗飞弹的射程，所以闪一边。我不可能会拜托。”美军舰队指挥官他不是傻瓜，好不好？他怕水雷，也怕飞弹，所以在不要损失自己的兵力的情况之下，由美军自己来护航，这是最笨的点子。刚上次讲的对，我们自己还派船去，应该是你们盟邦要来帮忙才对。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川普的如意算盘还是打丢了。而且人家盟邦又不笨，刚才上次哥就讲过了，荷姆兹海峡宽33公里。然后呢，只有2条水道的深度可以让游轮通过，每条水道的宽度不过3公里，所以呢，一个进一个出。这个时候你要是派军舰去护航，就是靶子嘛，就进去就当靶子被打了，怎么可能？然后你说叫其他的盟国想说你美国都不敢去了，为什么要叫我去啊？你好歹如果说你美国去走了2-3趟，看起来还蛮不赖的，那我们大家就顺便走一下。你自己都不去了，叫我们去，就死道友不死贫道就对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吗？